容我介绍这世界上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，他名扬四海，世界各地以他的名字命名的地名多于任何人。连美国前总统杰斐逊都说，他是自己见过的最有名望的科学家。玻利瓦尔称他为真正发现南美洲的人。他百年诞辰时，《纽约时报》头版上每一则都是关于他的报道。这位科学家是谁？他到底有什么丰功伟绩？他是亚历山大·冯·洪堡，没听说过，大部分人都没有。他的名字已淹没于历史长河，以下就是他的生平。洪堡一开始是位地质学家，当他继承了一笔遗产，能够到处旅行时，他踏上了长达5年的科学之旅，探险南美大陆、墨西哥以及古巴。自1799年至1804年，洪堡和他的伙伴植物学家埃梅·邦普兰踏遍委内瑞拉的丛林，在秘鲁的山区中详细绘图记录了古印加遗迹，并横越了墨西哥及古巴。他全程探索了委内瑞拉的俄里诺科河。这段长达1700英里的冒险充满着危机、疾病和令人惊奇的新发现。例如，洪堡是第一位目睹原住民用箭毒碱制备毒箭的探险家。他发现了金鸡纳树的重要用途，其树皮含有奎宁，能够治疗疟疾。他还发现了限制秘鲁沿岸雨量的洋流，该洋流之后被命名为洪堡洋流。他发现并描述了许多动植物新物种，包括电鳗。在厄瓜多尔，他攀登了最高的火山之一钦博拉索山，以测量大气压力。当时从未有人在如此高海拔测量气压。他的整趟旅程长达24000英里，等同于绕地球1圈的距离。途中，他测量并记录了地形的变化、温度、气压和地球磁场强度。他将拥有相同温度的地点在地图上连接起来，创造了世界上第一幅标注了相似温度曲线的地图。他将之命名为等温线。多亏洪堡发明了这种地图，科学家开始发现生物的分布模式。世界上各种生物都出现在特定的区域。洪堡成为了将科学数据进行视觉表现的先驱。他的发明和测绘的数据证明了为何他是如此重要的科学家。在洪堡之前的时代，发现新物种的科学家们并不了解各种生物及其生存之地，也就是所谓的栖息地之间重要的关联性。他们并未重视环境对于生物多样性的影响。洪堡发现并了解了这些关联的重要性，因此他被视为生物地理学之父。他还提出了名为自然统一性的理论，其描述了自然界万物如何环环相扣。该理论大大影响了现今我们对栖息地的保护工作。他所著《宇宙》阐述了这个理论，如今仍在出版发行。虽然洪堡是位有名的科学家，他仍非常慷慨地担任其他角色。他指导了许多年轻科学家。事实上，最近更有人发现，洪堡的思想大大影响了他最有名的笔友达尔文。达尔文年轻时大量阅读洪堡的著作。他在小猎犬号上时曾在日记中写道：“我现在只能研读洪堡，他如太阳一般照亮了我眼前的路。”现今，虽然洪堡仍在小的科学社群中受敬仰，但却已被多数人所遗忘。洪堡的影响无处不在，贯穿了所有的科学领域。他也许是被遗忘的科学家中最重要的人，但他不需要被记住，因为如果你记得他，也许他的贡献就会被赞颂。观看这段视频，了解举世闻名的科学家居里夫人的革新性成就，或者通过这段视频了解爱因斯坦开创性的一年。